喂，我是李俊儿。哪是啊？我跟你商量个事情呢。哪？就是你们房子面前有根树树啊，我们想把它砍了，到时候拿柴的方便点。而且防止它倒下来打到你们房子啊，或者我们房子啊。因为这根树离房子太近了，过路也不方便。是会哦。你要给我。我来给了这只柴的进去了堆积哈。过来丢掉。好的，感谢了你的位置起来。行，我有事情我就喊那个人帮到给他砍了哈。你要砍哦。好的，好，也不打扰你了。好。搞定了，这棵树砍掉，以后我们车就可以直接拉到这里了。你看，这里砍掉以后，我们这里过来至少有3米宽的距离，所以说，我们的材料可以直接拉拢。你看，顶上的挂不住的喜悦，我们终于可以少搬几步路了，是不是？对。这棵树我们要研究一下怎么砍，才不会破坏他们的房子。因为这棵树在这里的话。他们的这个瓦片也是被这棵树搞得稀巴烂，所以说我们把这棵树砍掉后，对他们和对我们都是有好处的。所以说我在想，我们要怎么来把它砍下来？可能要爬到上面去，从上面砍得下来啊。刚好我朋友最近也没有事儿，他每天都上来帮忙，所以说我们2个人应该是可以把它砍下来的。你看这棵树在路的中间，确实太妨碍了。这里2棵树都把它砍掉，这小的也不要，因为这棵树它中间是空的，你知道吧？空的话，吹大风它容易把它倒下来，打到他们的房子，然后从他们的房子又打到我们的房子。他们这个房子的话，可能一打过来肯定会直接打趴下的，因为这些柱子全都坏掉了，大家可以看一下里面，这些坏的不成样子了。他这个房子估计要不了2年就会塌没了。天哪，我都不敢站进来了。这里已经有一口棺材，大家看，这棺材都已经被这上面下雨到这里来把它腐蚀，然后啪一下掉在地上了。那天掉在地上的时候，我们在那边都听见了，还以为是什么。这里的瓦片也是隔三差五的就会掉瓦片下来。就感觉有人在这里面拆一些墙一样，所以这个房子随时都有可能塌。来的他们经常都在里面来养鸡，也是比较危险的。这路怎么这么烂？我跟那个跑酷地图跟的似的。不好走吗？现在好走多了。现在好走多了，你看都没有杂草了。上面那个刮子刮下来的。对呀，你怎么知道？这怎么这么像瓦片？这就是瓦片呀。我们都不知道。拿来玩这个。我这干，那就不干。我也跟他说的，他云把名字他不干。我不干啊。我也跟他说，讲究他们那样身份证咋着，便宜点噻。挂那名字去，你没得给7、8千块拿面去哦。我说人家身份证也开始单嘛，可能拿给5、6千块钱，就把它灭后了。所以说现在我们得他拿点瓦片来灭哈，拿柴的方面。在2根树砍，这根不砍了的，这根是拿去灭的。我就说这个真落寞。这根树影响不到我，主要是2根树，2砍了我就快点材料捞过去了噻。但是砍了一房子，它吹风倒下也倒下来，房子也走。我身后的这栋老房子呢，至今已经有100至200年的历史了。因为这村里面上了80岁以上的老人，他们都不知道这栋房子是什么时候建的。可能整个村历史最悠久的就是这栋房子。在最初他们是一个祖先下来的，后面就分给了几户人家，就下面的一些子孙嘛。现在一共是3户人家的产权，然后我们买了其中1户人家的。现在就是另外2户人家就分这么大一块，从这个大厅的中间切断。这边是另外1户人家的，就是一直不同意我们给这个院子硬化的这户人家的。因为当初我们想的是把它硬化过来的话，大家也方便，同时也是免费给他们硬化这个路嘛，因为我们也是想方便自己。那个时候施工方在这里的，我们要是硬化的话是非常便宜的价格就能给它硬化好，因为那个时候全都是机械化的，人工只需要把它处理一下就行。
但是后来没有洗上了垄，也没有事儿。然后这里呢，就是刚刚我们打电话那户人家的，这户人家还是可以的，我们基本上跟他协商一些事情都能同意。这个树，因为挡在这里，第一是为，我们想把它砍掉，我们过去过来方便；二呢，也是为了防止这棵树到时候断掉，然后刮大风要是塌下来的话，会打到他们的房子或者打到我们的房子。但是把它砍掉以后，就可以把这个安全隐患给解决掉。解决掉以后，这里的路宽大概是有3米多宽。3米多宽的话，我们完全可以拉材料，拉到这个位置来。如果说我们拉水的，我们就可以用小一点的车拉过来，然后把水下到这里，就可以减少很多的工程量。我们也可以，这房子拆下的建筑材料，我们买3轮车来，直接开到这里来装载，然后装好了，我们就直接开到上面去倒掉。所以说，把那棵树砍掉了，真的是有太多的方便。今天我们打这个电话，我们也是没有把握能协商拢的，但是人家一口就答应了。他说，这个随便砍，但是只要你注意自己的安全就行。所以说我们在村里面也是慢慢的得到了大家的认可。我们一般去协商一些事情，他们都能够答应。所以说这个真心换真心嘛，你对别人好，别人也对你好。和我们挨着这户人家啦，其实他是奶奶他们的侄儿，就是上次我们给奶奶他们做那个护栏，他开了一个红色的3轮车，然后拉了一些模具，那个模具就是他借给奶奶他们用的。所以说他这个人还是可以的。一开始刚接触的时候，你不了解他，其实你是没办法跟他沟通的，因为有的人他就是这样的急性子。当初我们也是跟他有一些分歧吧，就是我们修茶室的时候，但是后面慢慢的他也对我们的看法也渐渐有所改变了。我们后面前面也是做了那块地，他哥不同意，但他同意。但是直到今年我们又做了他的地，他同意租给我们了，他哥也是说也同意了。所以说这些都是可以礼尚往来的一些事情嘛，大家都能互相理解。这棵树为什么我们不问另外一户人家呢？因为这棵树对过来刚好在他这样的地界里面，所以说我们不用问那户人家，那户人家是商量不拢的。用气球放上一根气球。我相信我们这条路会越来越完美的。估计他以后想通了，也会同意我们来硬化这条路。把这条路硬化好以后，我们的3轮车、电动车骑过去的话，就会更加的方便。因为现在不管你怎么去铺设，它这个都有一些泥巴啊，所以说走过来也不方便，也容易藏蛇、蚂蚁、蜈蚣的。因为我们最近经常都在这些角落里看到蜈蚣。所以说，在农村的话，我们经常走的这些地方，还是要尽量保持干净整洁。能硬化的话，尽量给它硬化。这对大家来说都是非常好的。现在这棵树如果能砍掉的话，我们改造房子也会越来越顺利。对，你看这个树要是不砍的话，要从那个位置要断掉，看见没有？那里被啄了一个洞，里面是空心的。对。